我是瓜皮儿，旺达幻视前情提要。在邻居多利家的会议上，旺达结识了杰拉尔丁，并先后看到了天剑局飞机与神秘养蜂人。但旺达修改了现实，并孕育两子，双胞胎最终健康出生。帮忙接生的杰拉尔丁突然提到了奥创，这让旺达接近失控。而室外的幻视也通过邻居赫伯与艾格尼斯得知了杰拉尔丁是凭空出现的人，没有家没有身份。当他想回去告知旺达时，杰拉尔丁早已消失。长大后的莫妮卡从朔灭事件回归，第一反应就是望向病床，本该在治疗期间的母亲玛利亚早已消失。走廊里的百姓接二连三的恢复，莫妮卡找到了当年母亲的主治医师，却得知玛利亚3年前病重已故，而她却消失了5年，对应了复联4的大事件。时过境迁，莫妮卡重返工作岗位天剑局，ID 卡早已失效，还有母亲的老友泰勒带她进入内部，整个单位都在纪念天剑局之母光子玛利亚。天剑局掌控了纳米 AI 以及各种武器，应对着天外来物对地球的威胁。鉴于朔灭事件同样抹除了天剑局半数人口，现在的局面很紧张，而莫妮卡却对继任者的身份不感兴趣，哪怕母亲地位再高，所以泰勒只能勉为其难担任局长。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新泽西州上一座名为西井社区的小镇凭空消失，上千人口全部失踪。由于莫妮卡掌握着天剑局成像无人机的权限，哪怕是泰勒也需要申请。而玛利亚临终前取消了女儿的飞行任务，本意自然是出于保护， FBI 给的压力很大。泰勒希望莫妮卡能帮忙搞定下西井社区消失案。莫妮卡即刻启程前往了新泽西州，对接了 FBI 的吉米·吴。 James E. Wu, FBI. What's the story? Close-up magic. I learned that. How'd you do it, Scott? 据吉米了解，所有接触过西井社区的证人都失忆了。当地警方一口咬定这里根本就没有西井社区。这起事件影响极大，牵扯到了3000余名百姓，而到现在都不敢派人进去。莫妮卡带来了无人机，想要收集一下内部情报。周围有种奇怪的辐射能量场，无人机接触的一瞬间同样凭空消失。莫妮卡意识到了不对劲儿，她本人亲自来到了能量场面前，手触摸的瞬间便被一股能量拉了进去。吉米连忙喊了人，一辆载着各领域精英的车驶向了西井社区，其中之一就是天体物理学家黛西，艾瑞克博士的得意门生。此时西井社区之外，天剑局搭建了临时的基地，派进去的无人机无一例外都消失了。黛西来到工位，接上了设备，检测到了强烈的宇宙遗留辐射。简而言之，这东西来自宇宙大爆炸，是宇宙中最早期遗留下来的辐射，而遗留辐射之中还掺杂了无线电波，能接受到一些模糊的画面。黛西请天剑局帮忙找一台老式电视机。与此同时，泰勒和吉米两大势力的代表派出了探员，通过下水道进入西井社区内部，全程系着牵引绳。他们只能赌一把，地下没有能量场，派个活人进去完全是冒险行为。西井社区以6边形的形状整整齐齐的消失，而天剑局一众特工却查不出任何有用的资料，唯有黛西的老电视机传来了一些画面，正是前3集上演的情景喜剧。大家都很震惊啊，因为幻视可是已经死得透透的了，自然有人猜测画面的真实性。黛西也知道内容来自西井社区，完全是宇宙创造的情景喜剧，主演是2名复仇者成员，再难解释也得相信。而这监控画面则是对应了第1集结尾。随着节目的播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情报，哈特夫妇的身份已经证实，紧接着邻里百姓的身份都慢慢浮出水面，全部都是西井社区的百姓，唯有多蒂和艾格尼斯的信息还没有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黛西在电视上看到了杰拉尔丁，也就是莫妮卡，只是电视里的莫妮卡完全没有外界记忆，还和旺达幻视夫妇玩起了角色扮演游戏。至于内容为什么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画风，天剑局和 FBI 无从得知。一直追剧的黛西有了想法，如果能模仿广播的频率，向内部的收音机发送消息，也许就能和旺达对上话。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电视上的截图，内容则是天剑局无人机，只是画风和形状完全不同。黛西猜测是里面有人想让无人机失效才这么做的。事不宜迟，他立刻和吉米发送了广播，时机刚好赶在了旺达与多蒂的诡异对话。 Wanda, who's doing the C, Wanda? Wanda. Who's doing the C, Wanda? 与当初的画面不同，旺达听到声音做出反应的画面被一刀切。黛西检查一番并无异常，只能认为是计划失败。这时下水道的富兰克林探员已经接近了能量场，在接触的一瞬间他变成了养蜂人，
而牵引绳也被强行切断。等人们拽上来之后，画风再次突变，富兰克林顺着井盖爬了上来，回眸便看到了旺达幻视夫妇。随着世界变成了黑白色，富兰克林消失了。此时电视上已经来到了70年代，内容则是旺达产子，跟黛西一起追剧的吉米老羡慕了，也渴望有个自己的小吉米。直到莫妮卡帮忙接生了双胞胎，他们才听到对方说出了奥创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关于现实中的事件？众人一脸懵逼啊！下一秒，画面中的旺达敌视地望着莫妮卡，然后被强行删减化作了片尾。他们已经能预想莫妮卡出事了，基地警报响起，能量场突然被打破。西井社区内，旺达察觉出莫妮卡是外来者，他不希望任何人打扰自己和幻视的生活，于是旺达出手了，将莫妮卡强行赶出了自己的世界。随着莫妮卡飞出能量场，天剑局和 FBI 瞬间将其包围进行急救，可女人却毫发无损，只是惊恐地说 It's all Wanda. 里面的世界，旺达的记忆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徘徊，他最终偏向了虚拟，用猩红之力恢复了房屋，当作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后一脸慈爱地看向了自己的2个儿子。幻视走了进来询问杰拉尔丁的去向，而旺达谎称对方回家了。他回首望去，这一幕把他吓得不轻。旺达连忙修改了现实，幻视早对赫伯和艾格尼斯的话有猜疑，可旺达却捧着他的脸回答道，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夫妻俩各自抱起了儿子，再一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基地的画面戛然而止。不出意料，漫威最终还是出刀了，虽然早有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刀还是夹杂了真实伤害。不排除旺达从复联3消失，直到复联4归来的期间，将幻视的尸体带走了，跟一个鬼妇玩起了过家家。而幻视的这句话 We don't have to stay here. We could go wherever we want. 难免让人想起无限战争中的生离死别，只是这次没有像队长那样的人能够帮助他们。据某些泄露的片段来看，后面几集的真实伤害还会夹带附魔。X 战警快银将回归漫威，在本片再次出演。也有爆料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墨菲斯托，不知道墨菲斯托的同学一定看过《恶灵骑士》，强尼便是跟他做了交易，才拥有了地狱之火。墨菲斯托的能力更是跟西井社区事件如出一辙，此人也是马脸博士的劲敌之一啊！这里扯淡啊，以下纯属娱乐啊，各位当个屁。在旺达幻视开播前，一众主创直播安利了本片，其中奇异博士扮演者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与洛基的扮演者汤姆·希德勒斯顿接连出镜。如之前所说，本片是漫威开启多元宇宙的究极加长高分预告片。那是否博士已经察觉出了墨菲斯托的存在，并在西井社区内扮演了某个角色暗中对抗呢？个人猜测是接生双胞胎的大夫。曾有外媒报道，奇异博士2的导演将会围绕百慕大拍摄新电影，而刚好呢，大夫提到过要和妻子到百慕大旅游。这一波叫做梦幻联动啊，纯属瞎扯。我是瓜皮儿，下期见。